大家好，这里是 Hacks 电脑课堂。Cloud Code 呢是当下最火热的 AI 智能体之一，想必大家都有所听闻吧？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呢，就是通过 Cloud Code 结合本地的大模型，做出了一个个人技术博客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它是符合那个赛博朋克的风格，包括它的配色呀，以及它的这种元素呀、布局啊，我觉得都还挺 OK 的。那接下来的这个呢，就是使用 Cloud Code 去给大家开发的一款这种游戏，它是星球大战，类似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通过这个星球去攻击其他的红色星球，然后呢去完成左上角的一个得分的一个累积统计，它也是用本地大模型做的，对，所以整个效果还是比较丝滑的。那本期呢，我就将手把手的带大家去实现这种类似的一个案例。OK，那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课件。我主要使用的这个工具叫 CC Switch 啊，大家应该有听过啊，就是它可以去帮我们的这个 Cloud Code 做一个中转，就是不仅可以实现这种本地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接入啊，作为 agent，还可以实现这种的国产的一些其他大模型的一个接入啊，作为一个 agent。OK，那我们先看呢它的一个壁纸的信息。还是老规矩啊，本期视频相关的所有的课程资源我都会放在评论区置顶，大家到时候可以直接取用。然后呢，第一步，我们的配置信息的话是显存至少有8G，再梯度不行的，16G 也是一个比较中低价的一个水平嘛。对，然后呢，内存的话尽量也是大于32G 就可以了。然后呢，第一步我们要去下载这个 Git 的下载呢，我们点一下这个网站，然后我们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啊。然后我们在这边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啊，去选择它对应的版本。我这里呢是 Windows，所以我就直接选择这个就好了。对，然后你下载好了，下到本地就安装，下一步就已经搞定了啊。这个比较简单啊，我们直接过。那第二步跟第三步也是可选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今天的这节课里面呢，我们这个 Mini Conda 也好和虚拟环境也好，它并不是说必要的。在这里唯一用到它的场景就是说，我们要下载模型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安装它的一个依赖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它装到我们的那个虚拟环境里面。那如果你直接自己用的是 base 的环境，就是它基础环境啊，你装在里面其实也是可以的。那到了第四步，好，这个地方写错了，不好意思啊，没关系，那就照这个念嘛，哈，不影响。那到第五步的话呢，这个地方就是查看这个显卡的驱动版本。这一步是很多小伙伴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疑问的地方啊，因为上一期我在分享的过程中，就发现有小伙伴留言说他这个地方会显示不出来。那其实这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大家按照我这个网站给的这个链接啊，你去下载好了之后呢，对应的版本啊，就是它这里的有很多选项，你会根据你自己的笔记本的一个系列、显卡的系列，还有它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然后你去选择，然后去下载对应的驱动啊，下载好了之后呢，你要记得把它配到环境变量里面去，你去这个地方直接搜索一下环境变量，然后去配就好了啊，这个也比较简单。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下节出一期专门的视频来讲这一个。好，我们主要确认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是版本嘛，因为我之前我这个地方是12.4的一个版本，我们输入这个命令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高版本是12.9，这个是它驱动的版本哈，OK。然后呢，我们再输入这个下面一条这个命令，就是 nvcc，哎，这个 v 是大写的，然后我们确认，我们可以看到我的版本是12.4的一个编译版本，对，也就是说呢，后面那个 Llama CPP 呢，它必须要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它才可以执行的。OK，那 Llama CPP 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用的一个推理的一个框架，它就是帮大模型加速推理的。OK，让我们来到第六步的，就是这一步其实也不说是必须的，我们可以来到第7步，就是我们来先打开这个网站，给大家看一下，它会来到这个 Llama CPP 的一个安装的一个目录啊，它有很多的这种的一个文件，我们找了这个 asset，然后呢，我放大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要下载2个文件，一个是这个CUDA，就是 CUDART 开头的，一个是 Llama 的这个 B 多少多少开头的，那这2个文件都要下载好，而且呢，它的版本要下对了，我刚刚是12.4的版本，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下载它对应的版本，你根据你自己系统的对应版本去下载它就好了。然后这个也是12.4的，你就下载这2个文件就够了。下载这2个文件下载到本地之后呢，你要做一个事情也比较简单，你就看我这张图，就是把这2个文件啊，就是它都是压缩包嘛，把它解压之后，然后你自己本地可以新建一个文件，比如叫 llama run 或者是其他名称都可以。然后你把这里面解压的东西都给它塞进去，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对。
这边我也已经建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对，在这里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输入这个 CMD 啊，到时候我们启动我们的本地模型，就会在这里启动了啊，就是这样一个方式。OK，那下一步的话呢，它还有一种方式是自己去编译，这个不推荐，因为比较麻烦，还容易出错啊。然后到了第8步呢，就是我们要去下载本地的模型了啊，这个是作为跟那个 Cloud Code 去对接的时候，你要用本地的模型，就要走这条路。这种两种方式，一个是用 Honeyface，一个是用 ModelScope。那我这里的就也是第一种方式啊，都是比较类似的。打开一个 CMD 命令行啊，窗口，然后呢，把这个命令复制一下。然后我稍微提示一下，你首先可以激活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环境，比如说你用 Base 就好。比如说你 Base 环境里面已经安装了这个依赖啊，那你就可以直接用它，然后呢把它复制上去，点击回车啊，就和你抓好了啊，速度也比较快，几十秒钟就搞定了啊。抓好之后，你要做一个什么事情？你要去把这个镜像给它配好。就是有些小伙伴如果下载的速度很慢的话呢，你就用这个镜像源啊。国外的小伙伴一般是没问题的。这个命令呢也比较简单啊。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第一个你要去，如果你已经配好了，你就可以去搜索一下，然后这里输入 href endpoint。我可以看到啊，我们这里我已经备好了啊，所以就不用再配了。然后你如果没备好的话，你把第一条命令也给它输一下，就 OK 了啊。然后呢，这个都弄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下载模型了。下载模型的话，就是下面这条命令啊，这个我在我的频道也讲过很多次了，跟大家再稍微过一下。就是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这个 Honeyface 啊，这个简写，然后去下载。然后呢，这里是它的模型仓库的名称，是在这个位复制一下它。对，就是它就把这一段复制好了，然后你给它输进去嘛。然后呢，复制好了之后呢，你再选择具体的一个量化版本啊，你要根据自己的显存条件来选。我这个是16G 的，那我一般的话我会选择这个 Q4 的版本嘛。对，Q4版本有很多个，这边优先建议大家选择这个 NL 的，它是非线性的一种量化的方式，是比较新的啊，所以它的效果会相对好一些。你把它复制好了，把这个名字给它复制过去，对，然后你依然是抄在这个命令行里面，把这里复制一下，对，然后还差一行，还差最后一个命令啊，最后一个命令就是这个 localdir，它就是你要下载到哪个目录文件夹。我这里的话，我专门已经把它放在这个 big models 这个目录下来，我就直接打个点号，代表就在此目录 ，OK，然后你点击回车。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个10分钟左右吧，根据自己的网速还有模型的大小来决定啊。OK，那我们这一步也就过了。然后呢，这里有些模型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显存少于16G 的话，优先推荐这两个模型。一个是千问3.5的9B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是 Q8 量化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 Gemma 4的那个26B 的 A4B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是基于 MOE 的一个架构的，这个模型也还可以。这两个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然后这边已经弄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启动我们的 Llama 这个模型了。刚刚不是新建好了一个 Llama Run 这样的一个目录吗？对，然后我们在这个命令里面随便输入一条这个命令嘛，在这个命令行里面输入。我这里有两个啊，我举个例子，我先跟大家输入这一条，这条命令是什么意思？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因为今天屏幕放的比较大。首先第一个模型代表它的路径啊，这个没问题，比较简单。然后第二个它就是代表了，就是你要将指定乘数的模型权重分配给显卡。对，你可以选择99或者其他你去调啊，这个数值越大的话呢，显卡的它的承载的那个模型的参数容量就会越大，那个推理速也会越快。然后呢，下面这个就是它的上下文长度，就是模型每一次能够处理的这个那个窗口。然后底下还有一个那个它的缓冲的类型有 K 和 V 啊，这个我们把它设置为 Q4，就代表了就是我们对一些就是 KV 这一块的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可以把它进行4B 的一个量化压缩，这样的话会节省显存啊，也是一种方式。然后还有一个 Flash Attention 呢，它呢就是为了推理加速的一种方式，一般把它设置为 On 就好了，OK。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参数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使用的是 Agent 模式啊，所以我们要把它那个思维链就给它关掉，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给它要设置这个参数，就是 Enable Thinking 要设置为 False 啊，这样才好。然后呢，就是 Batch Size 这个地方你可以去调一调，就是也是影响你初次那个响应的一个时间。最后这个就是我们要禁止使用我们的那个图像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模块，也是为了节省它的一个显存。OK，那这些参数我们都过好了，我们就复制这个命令，好了，在这里面去执行。
我们复制，我们点击回车。好，它现在觉得正在启动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显存，它马上就从0已经升跃到15.5的一个水平啊，然后这边这个端口也已经出来，默认是8080，按住那个键盘的 Ctrl 键加鼠标左键点击一下，它就可以弹出这样的一个网页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 Llama 它的这个网页，目前这个模型是加载进来了。我们随便问它一点问题，来看着它的一个 token 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到的 token 的速度目前是在30多到40多，这个速度其实还是可以的啊，还是比较快的啊。对，因为它是 MOE 的模型嘛，对，它每次激活实际上只激活了4 B 的一个参数，所以它的速度会比较快，它对工具的调用能力其实也还行。OK，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个服务端就已经启动好了耶。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 Windows 上去改一些配置了啊。这是为了我们到时候去接入 Cloud Code 的时候呢，还有 CT Switch 能够更丝滑的使用啊。首先第一步，我们呢打开 Windows 的配置，你可以在这搜索啊，就是启用或关闭 Windows 的功能。哎，我们可以搜索一下，否则你直接用快捷方式呢输入 Win+R，然后呢，我这边输入 Option，来，我输入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一个窗口了。输入这个窗口之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几项我目前是都已经勾选了。我放大一下给大家看，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啊。虚拟机平台，一个是适用于这个东西 Windows 子系统，还有一个是 Windows 的虚拟机监控平台。你把这3个都勾选好啊，就 OK 了啊。OK，那我们接着往下点击确定就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下载这个 CT Switch， 我们点击我们这个链接啊，它会来到这样一个镜，往下翻，一直拉到它有一个 Asset， 来，我们可以找到了，对不对？根据你自己操作系统，我这里是 Windows 呢，我会选择那个 Windows 的这个 MSI 这个，然后把它下载好了，放到本地，它就长成这样啊。现在给大家安装一下，我双击，点击下一步，这个地方改变一下目录吧，啊，我这个目录就把它装到我自己的一个1盘，啊，我把它复制一下，粘贴好，来点击下一步，点击安装 ，OK， 我们点击完成。它会自动给它启动起来啊，这会之前有配过，它是有默认的。我等下给大家再演示一下怎么配。OK， 那 CT Switch 呢，我们目前是安装好了啊。然后我们现在看到那个 Cloud Code，Cloud Code 呢，它安装包也比较小，但它默认是安装在 C 盘的，这个没关系。我们双击打开，然后呢，我们稍等一下，它都会安装好了。那现在那个 Cloud Code Desktop 已经下载好了，我们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它会提示一个这种警告，就是说我的连接已经工作了，但是呢，目前那个供应商这边拒绝我的连接，这个你不用管啊，可以点击叉。然后呢，首先我们来到这个开发者模式，刚才已经给它开启了啊，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第三方的一个页面，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配置一些东西啊，我这边之前已经配过了，但你刚进来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啊，这些是怎么配的呢？首先我们来到这个 CT Switch。CT Switch 的话，这里一开始进来你也只有第一行、第二、第三都没有的。你这边呢是怎么配？你可以点的这个加号啊，你点了这个加号之后，然后比如说你是用 DeepSeek 的啊，那你就用那个 DeepSeek，你去找自己模型的供应商。那我这边首先是用的本地的模型，我会选择自定义的配置，然后点击添加，对，然后点击人样保存，然后在这里可以点击这个编辑。然后在这里去填各项参数啊，因为我这个之前已经填了一个呢，我就不再重复填了，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啊。我就直接点这个 Llama CPP，就是我目前已经启动的这个 Llama 的模型啊，刚刚给大家演示过了。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编辑，然后这个备注你可以自己选啊。然后呢，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呢，这个请出地址的你要填成这个8080的这个端口啊，要符合 Llama CPP 的一个默认的端口，然后后面要保持一个-v1，这是它的默认的一个前缀的格式。然后 API 这边呢，格式的话，建议大家都选择那个 Anthropic Message， 也就是它原生的。为什么？因为这里如果你选择 OpenAI 的这种的格式的话，可能有时候不是那么兼容。你选择它 Anthropic 本身的是最好的、最兼容的。底下这个也选择这个 API Key。OK， 然后打了下面这一部分呢，首先看到这里都是空的啊，你可以填你自己的一个模型，因为我这边呢，我用的是这一个模型啊，然后呢，这里呢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如果你这里选的后面选的是 DeepSeek，那么你这里就要把这个 EM 的勾选起来，它的上下文才会满足那个100万。
那如果呢，你不是用的最新版的 CZ Switch，你是没有右边这2个 EM 的这个选项呢有勾选的，你就要在这个后面填上自己加上小括号写成 EM。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假如我用的是远端的这个 DeepSeek V4的模型啊，假如我用的是 V4 Flash，那我这个时候要加上什么呢 ？EM。它才会把这个上下文100万的上下文生效啊，是这么个意思啊。OK，那我先是给大家演示本地的模型，所以我全部都填到这个了啊，你自己可以确认。然后呢，填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勾选一下写入通用配置，然后点击保存，然后点击仍要保存啊，就 OK 了。那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启用按钮，让它启用起来。那至于这些数字是怎么填的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啊，我们还是那个 CZ Switch。我们找到这个地方，点击这个设置，然后呢，在这里点击路由，在这里打开啊。你一开始的话，这2项都没勾选，你要把它勾选起来，你要把这底下这个 Cloud 也要勾选起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用 Cloud Code 去发起请求，如果你不勾选它的话呢，它就不会经过 CZ Switch 中转啊，它就会发到 Cloud Code 的关门去，它不会发到你本地的这个模型了。OK，那底下这个接口呢，我们给它复制一下这个地址。然后我们给它粘贴到这里，对，就是一致的。然后这个 gateway 这个 API key 呢，就是你最开始设置的，比如你随便设什么都可以，因为我们反正是用的是本地的模型，对吧？你写1 2 3 4 5 6吧都行。然后我们这底下呢，你把它配好之后呢，你可以把这最下面这个也勾选起来，这是隐藏你登录的那个提示吧 ，OK。然后你勾选起来以后，你选择底下这个应用它都本地，对，然后点击重启一下。OK，我们重启好了，然后把这个给擦掉。好，你不用管，然后你随便提个问，你看他有没有回复。如果他已经开始回复了，就说明他已经连通了啊。我们就问他一个问题吧，就是当我们点击回车，它就会发送过去。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时候 GPU 是有在做工的，就说明它后台的本地模型正在做一个应答啊。可能日志这边也是正在处理啊，本身比较大。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正在回复。对，这个就是我们调我们本地的一个模型。对，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呢，让它去给我们去生成具体的一些任务，比如说让它生成一个网站啊，就是或者是生成一些游戏啊等等的之类都可以完成的啊。这个模型本身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就对于一些简单的任务，它都是可以应对的啊。OK，那这里就表明我们本地的这个模型已经成功的接入了我们的 Cloud Code。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些比较常规的任务啊，比如说我刚才的视频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演示的我的那个博客，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提示词，它也是基于 AI 的一个生成的。那我们在这边点击新建那个任务，然后呢，这个可以给它擦掉，然后我们把刚刚的提词复制进去。我们这边底下这个模型默认是有3的，这个暂时还没有勾选啊，这个我们可以带大家去调一下，怎么调呢？我们可以还是来到刚刚这个位置啊，点的左边的3个点，然后我们点击开发者模式，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第三方推理，然后呢，对我们这边选择导出，我们这里可以导出不同的注释表文件啊，我这是 Windows 的操作系统，那我就选择第2个，然后我放到桌面啊，我点击保存 ，OK。那这里是有一些细节要跟大家讲的啊，这个细节是很容易出错。首先呢，就是这个配置表啊，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啊。你可以用那个记事本去打开啊，我这里是用 VS Code 打开啊，都一样的，比较方便。那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它注释表的路径啊，这个是它的一个默认的一个代码啦，这个我们不用管。然后底下这个是它的一个推理的一个供应商，我们采用是网关。然后这底下2个要重要一点，一个是我们刚才的那个接口。地址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随便设置的那个 API key 对吧？本地的 OK，我们虽然用的是本地模型，但是可以把它伪装成 Cloud Code 的3个模型，它分别是 Sonnet、还有 Haiku、还有 Opus 啊。我们贴进去之后呢，我们点击 Ctrl 加 ES 保存。然后呢，我们怎么样让它生效啊？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我们先来到注册表，那个点击那个 Win 加 R， 我们打开那个输入 Regit， 点击是。我们这边呢，我们可以照这个路径去点啊，你可以看到，我给大家放大一点，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大家看到，我们先去点着这个 user，然后呢再找的这个 software，然后呢再找的这个 policy，
就是它的默认的这个地方，对，然后在底下有个 cloud。那如果你是按这个路径去设的话，会有些时候会有坑，为什么呢？因为它默认的啊，如果你一旦保存在这个 policy 这个路径下，它就默认为你这个是主次配的，也就是说，你只要把它配好之后呢，它这个页面之后你就没法再点击啊。这就是对于很多新手他会感到很迷茫，他不知道怎么去操作，他这个东没法再填了。那所以我建议大家怎么操作呢？我们应该把这个 policy 给它删掉，然后呢，我们再去写入注册表。那这个时候它会在 software 这样的一个路径下面，而不是在 policy 这下面啊。我已经给它删掉了，那我们就按这种方式给它配一下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 policy 它已经没有了，这边没有 cloud。对，在这里面啊，目前这里面已经有3个模型已经写进去了，然后我们要给它做的是让它去重新给它加进去，就是我们点击打开方式，然后点击注册编辑器，点击是，然后点击是，来把它激活一下，生效一下就好了。然后呢，这边的话呢，退一下，我们重进一下吧，我们再重新进入一下，我们退出，点击退出，然后我们重新打开我们的 Cloud。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下我们右下角就有3个模型没选了啊。这3个模型本质上都是我们本地的模型，就是那个刚才启动的那个大模型。然后呢，我们把这张输入进去，我们给它点击回车。这个就需要我们再稍等一下了，因为这个模型呢，它的参数量还是比较大的，我本地的算力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的情况，显存度已经快满了，所以呢，就是我们是等于是用时间在换空间，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会慢慢生成一些具体的一个效果。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效果，不耽误大家时间。在视频开头给大家看的一个那个网站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整体的一个效果就是这样的。它生成了各个模块，然后呢有技术细节的，还有一些课程，还有项目的案例，然后包括最后的一些标签云，还有这里有音乐的播放器。这里我点了一下啊，因为后台我没有给它传音乐，所以它这播放不出来。如果你有传音乐的话，它是可以播放出来的。如果懂前端的小伙伴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再去优化啊。但我觉得，就本地的一个 MOE 的4B 的模型呢，它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啊。对，当然这一步我们就给大家演示好了啊，就是怎么样去用 Cloud Code 结合使用本地的大模型去给它做一些任务。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去演示的就是呢，如何用那个 Cloud Code 去连接我们的云端的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呀，或者是 Kimi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模型啊，都行。那我们接下来先给大家先把这个本地的大模型给它先关掉啊，我们请给它关掉。再来到我们的这个 CC Switch，我们点击通用，我们点击回退，然后我们来到这里啊，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大家知道，你去看一下你这个模型有没有调用成功，你可以看这个位置去看它的一个使用统计啊，你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位置使用统计是可以看到你刚才调用的模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调用的都是拉玛 CPP 啊。它表面上是这个 Cloud 模型的，实际上都是 Llama。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本地的模型的调用的一个过程啊。大家可以看到，因为502的话是我刚才是已经给它杀掉了啊。对，接下来这个 DeepSeek 我给大家讲它怎么配，然后其他的模型也是类似的一个道理。好了，你点右上方找到它对应的供应商啊，这里你去选择之后呢，然后你就填它对应的一个参数啊。这里我以 DeepSeek 为例，教一下大家怎么填。我们点击这个编辑按钮 ，OK，然后这里的备注你可以选自己填，然后呢。官网链接这个也可以随便填，但是这底下几项就要认真了啊。首先是 API Key，API Key 的话 ，DeepSeek 它是在这个位置，DeepSeek。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平台，你点击左边第2项，对，然后你在这里点击创建新的 API，然后呢，你可以随便命一个名字，比如就叫 Test，然后你创建之后，对，然后你在这里复制这个 API，对你给它贴到这里来，张贴来就可以了。然后对请求地址呢，这个要注意要填这个 Anthropic 的啊，因为它跟它兼容是最好的，跟 Cloud Code 兼容是最好的。然后呢，这个格式 API 的格式默认选原生的，是吧？道理也是一样的。然后呢，字段的选 API Key 啊，然后底下这几个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我就不重复了啊。就是你填 DeepSeek Flash。或者是 DeepSeek Pro 都可以啊，你根据自己需求来。这些都弄好之后呢，我们就点击保存。对，然后你看到你这个模型有没有配成功？你点一下这边有一个滴管这个按钮啊，点一下，它会显示 DeepSeek 运行正常，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时延啊，就 OK 了，就证明你这个模型已经连上了。OK，那我们现在再测一下，我们用 DeepSeek 看能不能正确的返回一个回答吧。给它随便问一个问题，我们再用第2个案例吧，就是比如说让它
给我们生成一个这种游戏，生成一个3D 的这种有未来感的这种游戏，有种像星球大战的感觉啊，但比较简单。对，那这个 DeepSeek 也是可以搞定的。OK， 然后我们给它点击回车，它现在出这个服务的繁忙了，我们要点击启用。好，不好意思，点击启用之后呢，再我们重新开一个窗口吧。然后呢，new 一个 task， 我们把这个复制进去，然后我们给它点击回车。然后我们只需要稍等一下就好了啊，因为 DeepSeek 这种模型它会比较智能一些，它毕竟是参数量更大的这种模型嘛，对吧？比本地模型效果肯定会更好一些。那时间关系，我也不在这里给大家去等了啊，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效果。最终的效果呢，就类似这样，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网页，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应该是本地模型做的一个效果。它这个游戏是属于类似于有星球大战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给不同的这些目标去发射一个炮弹去攻击它，对。然后呢，它会左上角会有分数的统计，类似这样。如果你碰到它呢，那么就会损失一些血量，类似这种的。如果你全部碰到，你就挂了啊，就是类似这样。OK，那 DeepSeek 做出来的效果肯定会更好啊。对，所以我这个地方就不去进一步演示了，大家可以自行尝试。反正原理就是这样的。OK，关于那个 Desktop 的，就是 Cloud Code 的终端这怎么样去操作，我给大家已经演示好了。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下是怎么在 VS Code 里面去配置这个东西。那对于有一些那个小伙伴呢，他会懂这些代码，他会习惯用 VS Code 进行开发，那他要怎么去配？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我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呢，我这里已经配好了，我先给它卸载掉啊。我们先搜一下 Cloud Code， 它这有 Cloud Code for VS Code 这个插件，我这边抓好了，我先给它卸载啊，然后我重启一下就好了，没关系。首先大家在左边的这个选项栏里面，它有一个这个拓展，我们去找到它的那个插件，它的插件名称叫 Cloud Code， 然后 for VS Code， 哎，我们可以搜到这个下载量很大，我们点击安装，好，我们稍等一下，装好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的它已经出来这个图标了啊。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图标，你第一次登进去的时候呢，它这里会让你显示登录啊，因为我之前其实已经配过，它这边就直接会让我去给它去做一个问答。那你应该怎么配呢？我告诉大家，你点击那个 Ctrl 加这个逗号，来到这个设置页面，然后你选的这个 Extension， 然后这里选的 Cloud Code， 然后呢，你要在这里呢去点击编辑这个 Session， 就是编辑这个设置按钮啊，它其实是一个环境变量，对，然后。这里你要添加这两行代码啊，这之前我这边是没有的，就是你最开始进来这里面是空的，所以才会让你登录。当你的复制好这两个代码之后呢，它就不会让你再登录了啊，就等于说就可以直接让你看到这个聊天的一个页面了啊。我们点击 Ctrl S 加保存，对，然后这一步呢就已经给它处理好了，我们点击关掉，然后你可以随便问他个问题，哎，我们看他能不能回复。你看他回复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他是可以回复的啊。然后呢，目前就证明我们这个到了那个 CSWitch 的那个转发也是成功了，所以其实它本质上是用 DeepSeek 呢作为它的一个底层的大模型来支撑它这个 Cloud Code 的一个应用。那这样整体的就是它的一个效果。那 OK， 那关于怎么样在 VS Code 里面去使用那个 Cloud Code 这样的一个插件呢，我给大家也介绍好了啊。那后面还有更高级的一些使用，包括各种命令啊，各种的一些场景。那我今天时间管理就不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了。那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个内容啊，所以我觉得 Cloud Code 结合 CSWitch 使用起来其实比较方便的，它可以接入各种各样的一个模型，对吧？然后呢，大家刚刚也可以看到，我们那种小模型啊，处理简单的任务还行。然后呢，对于简单的 Cloud Code 或者是 Hermes Agent 啊，就我上一期给大家演示的，如果是 Cloud Code 它去处理这种的一些没那么复杂的任务的。它用同样的模型，我觉得它效果可能还没有 Hermes Agent 的好啊 ，Hermes Agent 可能还更好一些，我个人感觉。但 Cloud Code 强势在于什么呢？它的优点在于它做这种前端页面会做的比较好，那效果比较炫酷啊，大家也可以看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显存不够的话，16G 以下的话，用本地模型支撑 Agent 的话呢，我觉得优先可以考虑一下那个 Hermes Agent。如果你是要做一些前端页面相关的东西，那 Cloud Code 还是可以，还是不错的。那如果你显能大于16G，比如说有24G 之类的，那 OK 你都可以用，没关系的啊。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呢，就用商用的就好了。OK，那关于今天的一个整体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请支持一下我的创作，帮我点赞、关注、转发。OK，那我们本期内容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下期再见。